Hello，欢迎大家回到电疗室的单车街访，我是阿丹。端午连假没胆跟报复性旅游的人们在国道上面同乐，就让阿丹带着大家回到熟悉的山里，进行一下报复性的街访吧。平常约骑在集合点或是路线中的各家便利商店，看着车友们吃着各式各样的食物或补给品，不禁就好奇，大家补给上有没有什么习惯或是小撇步？就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突击街访端午节头一天上冷水坑的车友们吧。接受阿丹访问的型男美女们的 Instagram 都会出现在后面的影片中，想追踪的话就记得继续看下去咯。好，我们今天很高兴访问到这位车友，远远快要到的时候就被一台白帅帅的最近曝光的新车给吸引，决定二话不说马上来访问。这位车友什么称呼？我叫 Ted， 铁德。对，铁德，介绍一下你的，应该算是新签的爱车吧？非常厉害，眼睛很利。其实才刚签，礼拜五签的3天，然后才骑外骑第一次就被抓到了。然后我希望我老婆不要看到，没有，她知道。您确定吗？采访的重点主题就是你在外骑的前跟后，你的饮食啊、补给啊，你是怎么安排的？为什么？跟我们车友分享一下，给他们做一些外骑前后补给吃东西的一些参考。我在讲我自己的习惯啦。一出门的时候，到便利商店会先吃一个肉松饭团，我先补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喝一罐那种类似蛮牛之类的能量饮，因为所以有时候约很早，然后台湾夏天又很热，我很早起，所以需要提醒一下。然后到了集合点之前，我可能会再吃一点，比如说那种巧克力夹心的吐司，然后再加上一罐60ml的咖啡，对，因为是小罐那一种。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咖啡因可以提神 OK， 对，然后因为跟骑的车友都太强，所以自己要打点药之类的。您的车友是这几位吗？看能不能稍微不会掉队的太夸张。了解。然后骑的过程中，骑几次的经验觉得，可能大概每20-30分钟吧，如果果胶能够吃一下乳糖是最好，因为肚子饿，发现到饿之后再吃，就真的都来不及了，很容易爆掉。然后骑完之后回家可能就是多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比如说喝乳清啊，然后排蛋啊、鸡胸肉之类的。OK， 算是蛮紧实的一个补给，希望能够进步快一点，然后坚持这样。那过程中果胶的补给，自己有喜欢偏好哪一类的？我目前主要都吃 Six 的，因为像那个我也吃过另的像非常像比如说千贝那些，对我来讲是太甜了。对，所以只要一吃完之后，就是骑的过程可能会影响到然后甚至要喝很多去把那个甜分给烧掉。对，那所以 Six 我就觉得都还蛮 OK 的，长条形的，我觉得那个在边骑边吃是还 OK。对，我觉得但是大家要记得，就是吃完一定要把那个垃圾收在口袋里面。这非常好的提醒。有时候在路上都会看到吃完的那个果胶的袋子在路上，这样很母汤。对，好，谢谢铁德，谢谢。对，这位车友什么称呼？表示说摩托车里面小王。小王。
小王，你骑车前后的补给跟饮食是怎么安排的？早上他以为这边没有车，结果三明治，然后配一杯柳橙汁，那是大概骑车前多少时间？然后骑车半小时，半小时。那骑车的中间会进行补给吗？这个补，然后喝个运动饮料。OK， 那大概是开始骑多久之后补？到会设补给，但没有遇到这个。了解。那骑完车之后，就是回到家就是这个要补充蛋白。哦，高蛋白。那你高蛋白会怎么配500G要加蛋白。因为在那个秒。哦 ，OK， 所以就直接套水。OK， 好，谢谢你的分享。来，这位车友怎么称呼？阿谢你好。那我们今天想要采访你的主题就是你的骑车前跟后，你的吃东西跟补给是怎么安排的，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前就是如果一般约骑就是吃一个 7的三角饭团，配一个燕麦奶，大概就这样。那大概是开始骑之前多前吃？半个小时至1个小时。然后会选这2个东西的理由？因为我都开车到定点，所以车上比较方便。OK， 就边开边吃。骑完车之后的补给？骑完车之后就，如果一群人，大家可能去喝咖啡或者看餐厅吃饭之类的。OK。如果我老婆有跟的话，就是一定会去找餐厅吃饭。如果没有的话，就可能就回家再吃。OK， 好，谢谢阿宪。车友怎么称呼？我叫阿渊，我从台南来，刚好这次趁年假上来访友，顺便就来阳明山这边朝圣，骑几个台北著名的山路，这样顺便回忆一下以前骑阳间3P 的感觉。很棒，我们很荣幸访到台南远道而来的车友。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问你，平常骑车前、中、后的饮食补给，你是怎么选择跟为什么？因为平常我外骑的，现在这几年外骑比较少啊，都只有假日啊。如果说是外骑的话，早餐的话，我通常就是以碳水化合物都吃面包，如果真的来不及，就是去这边买个三角饭团。因为马上就接着团练了，所以就是饭团大概都吃一半。不然等团练强度一开下去就会反刍。然后补给中的话，我通常不太吃果胶啦，果胶我都是留着比赛吃，或是比赛前再吃。我通常都吃果冻，就是这种果冻，不然就是这个哈利口那种软糖，我都会随身带。因为就是有时候怕会骑到低血糖，我通常不会，因为有低血糖之前会有预兆啊，身体都会有预兆，会直接回馈给你。通常都不会啊，大概就是半小时我就会吃一包，半小时到45分钟之间吃，我都蛮惯性的这样子。那水的话，就是通常都是1瓶水，然后1瓶会加那个健血型的粉末啊，比如说 BCA 之类的啊，大概这样。骑完的话，我就是喝咖啡牛奶，就 7 卖那个无热的咖啡牛奶，是补碳水，不然就是
像天气比较热，我就喝果菜汁或卤水汁这样。不然就是台南的话，现在刚好是芒果季，我就会去喝一杯芒果冰沙。讲得我都想吃了。是补碳水。这个感觉非常棒，非常棒。大概前中后就是这样。如果说，因为我现在平常是骑训练台，骑训练台之前的话，我就是骑训练台，因为你不能停脚，所以几乎也是算动态在运行。所以骑训练台之前的1个小时，我会把正餐吃完。那都是吃沙拉、青菜类的，我就不要吃米饭。碳水的话，我就是在训练台旁边就放运动饮料，或是放那个软糖之类的这样。了解。然后因为我其实现在时间不长，我大概都2个小时内就结束了，我不会骑到超过2个小时。好，谢谢你的分享。好，我们很高兴访问到这位帅车友，怎么称呼？我叫阿甘。阿甘你好。今天主要想要访你的主题是骑车前中后你的补给跟吃东西的安排大概是怎样？为什么？我在骑车前的话，主要会看今天骑乘强度啊。如果是一群会让我吐的车友，我可能考虑早餐先不要吃的。对，那如果是一些比较轻松的早上，可能就会选自己最喜欢吃的早餐。那最简单就是 7还买得到巧克力牛奶这样。对，那在中间的部分就是随身携带的果胶嘛，或是一些 amino vitamins 这些这样子。对，那在运动过后也是一样，就是用这些氨基酸来做恢复。OK， 对啊。那喝的部分有特别的习惯吗？喝饮料吗？还是我之前我都不太喝饮料，我全部都喝水。然后我这礼拜1去骑双北啊，然后我下了北横之后喝了冲跑啊，这个回神过来，觉得运动饮料真的还是蛮需要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对，因为以前都只喝水，然后人家都说电解质，然后就是饮料这么多糖，对，但实际喝了之后，有一种活过来的感觉。OK， 那个像你刚刚提到说强度比较大，你可能就不会嫌吃。对。但不吃的状况下，你中间有做什么补给吗？通常这种高强度的就会是前半段比较短的啦，可能2、3这样做7公里，所以不会到拉很长距。那如果很长距离，一定就会更早的起床，然后去更早的做吃早餐。OK， 对啊，了解。好，谢谢你的分享。谢谢。来，这位车友怎么称呼 ？Carry。今天的主题是想要问你骑车前中后你吃什么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习惯。我骑车前一般都不吃东西，因为要爬起来已经很困难了。我太难了。然后中间会喝水，骑车后会太热了，一般也不想吃。你若不是仙女，谁才是仙女？过一阵子以后就会吃。OK， 所以骑车前中后基本上不太吃东西，比较不会不舒服。会喝咖啡的，如果中间有。OK， 然后约骑的话，就是如果有约骑完去吃东西喝咖啡，就会稍微对，如果是约的话。OK， 但如果自己的话，可能就会偏好回到家休息完了，对，有食欲了再凉凉的吃点东西。了解，谢谢你的分享。感谢
谢以上各位车友在大太阳底下接受阿丹的访问，分享了自己的补给的经验和习惯。阿丹整理了一下大家分享的想法。第一，便利商店的三角饭团看来是很多车友们喜欢的早餐选择，饱足感够，能够供应爬坡的能量来源，但因此比较需要消化的时间，建议要开启前半个小时以上服用。除了饭团之外，甜面包、巧克力吐司、果酱吐司也是一个简单快速的选择。第二，如果已经知道骑乘路线有强度，有的人会选择不吃早餐或是少吃一点，避免真的强度开下去，结果受不了，然后反刍了胃袋里面的食物。路线短的话不吃可能还好，但是如果骑乘距离长，建议还是要先吃。真的怕吐的话，只好早起一点，把进食的时间拉到开骑前1个小时左右，预留够消化的时间。第三，咖啡也是个车友们爱用的早餐好物，提神醒脑，咖啡因也能帮助骑车时能够亢奋的发力。小瓶的罐装黑咖啡或是意式浓缩 Espresso 都是不错的选择，量少效果好，喝太大杯满肚子咖啡也可能增加反刍的风险。第四，骑乘中可补充果胶、软糖，维持身体所需的能量，依据消耗的程度。车友分享大概都是40至60分钟左右会补一次，切记不要等到感觉到饿、肚子叫还是腿软的时候才补，那时候已经太慢了。饮料方面的话，除了水的补给，也有车友会选择另外一瓶装运动饮料或是 BCAA 粉末等等，比较好吸收的运动补给品。第五，骑乘前的早餐大家习惯都大同小异，但骑乘后的饮食就比较有变化咯。比较精实训练派的车友，大概不外乎就是会泡乳清高蛋白粉末来补充肌肉需要的营养，也对于恢复疲劳比较有帮助。食物的话，就是低脂肪含量的肉品，像是鸡胸肉，补充优质蛋白质。但比较 chill 偏 coffee ride 派别的车友，就会约个好吃的店，大家一起吃个早午餐。看阿丹的身材就知道我是属于这个派别的啦，哈哈哈。下次我就来问问车友们的口袋早午餐名单，让阿丹探索一下不同的美食。以上就是这周的单车街访。对于阿丹的影片有什么建议，或是想要阿丹街访什么题目的，都欢迎在影片的留言区留言让我知道。想看更多单车街访，就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开起来。电疗室，我们下次见，拜拜。